整个地区从来没给人留下过精致的刻板印象，你发现没有？一直比较粗糙，甚至有些野蛮。我认为这件事儿跟近几年的影视剧作品有撇不清的关系。有一个事儿我很挑理，朋友们，我平时很喜欢看那种悬疑电视剧，我就发现啊，就近3年我看的大部分悬疑电视剧，那个受害者都死上世纪90年代东北炼钢厂里头了。那当然了，军哥也独立过啊，当过主持人啊。当主持的时候呢，不是报错过幕，就是在舞台上睡着了。就军哥犯这些错误，搁别的行业早就开除了。但在我们行业叫有活人感，哎，大家更喜欢了。你们看啊，娱乐圈就是这么神奇，有时候你业务能力越差，业务能力就越强。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啊，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其实大家不难看出，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我爸是个警察，我妈是个法官。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群众。我小时候闯祸，他俩直接走程序，我爸抓我妈判。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学了诉讼法之后，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程序不对。你知道，就按来说，他俩作为夫妻啊，在同一个案件中，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哎，我上一个赛段讲了自己粗糙这个事儿，然后呢，我这个赛段准备为我的原生故乡发声。我是一个东北人。东北这整个地区从来没给人留下过精致的刻板印象，你发现没有？一直比较粗糙，甚至有些野蛮。我认为这件事儿跟近几年的影视剧作品有撇不清的关系。有一个事儿我很挑理，朋友们，我平时很喜欢看那种悬疑电视剧，我就发现啊，就近3年我看的大部分悬疑电视剧，那个受害者都死上世纪90年代东北炼钢厂里头了，基本上都是那个极端的人干的。我看了有几个跟我爸年轻时候长得一模一样。漫长的季节，平原的摩西，我搁里头都能看见鞍钢的锅炉啊。我都查过，朋友们，这事儿很不合理。90年，辽宁省 GDP 是全国第4，上海全国第8。但是在90年代电视剧里，上海演的是繁花，东北还在杀人。就感觉在有的电视剧里，钱都让上海人挣了，人都让东北人杀了。上海永远黄河路，东北永远黄泉路啊！讲这段子就想送给双雪涛老师，真的，这些作品你可没少写，双雪涛老师。真的，双雪涛老师在这个东北犯案率作品里头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有一个最出名的作品叫什么？刺杀小说家是吧？真狠，狠起来连自己都杀。朋友们，你要像平原的摩西、漫长的季节，这些都还好，我都能接受了。起码他名字比较高雅，有点文艺气息。我看今年他为了贴东北人脸啊，已经开始不装了，从电视剧名就开始骂了，直接叫低智商犯罪了，叫。低智商犯罪，我里头东北人就负责低智商啊。泽华、新仔、老舅、雷佳音、烧饼。你下一步还怎么起名？你叫东北傻子来犯法不就完了吗？就负责低智商东北人，那里也有犯罪，那里的大 boss 是谁？王传君演的是吧？王传君是上海人。影视剧给咱们刻画的印象非常死板，这么多年了，我活了32年了，没见过哪个影视剧刻画过东北的都市和现代的，没有。你见过哪个电视剧叫东北都市浪漫情感大戏的？东北情感大戏叫乡村爱情。哇，你就感觉电视剧里东北的城市一直在杀人，完了大家一到农村就快乐的相亲结婚生孩子。东北人好像找到了平衡人口的动态方法。朋友们，这是一部分。东北人不精致的第2个原因跟自己有关系。我发现东北人特别不会起名字，尤其是在商业上。
我在上海陪女生去过美甲店，我发现那些美甲的命名啊非常精致，什么16切天鹅湖圆钻、网红氛围感海洋裸钻。我去过铁岭一个美甲店，大姐的分类简单粗暴，闪钻、假钻。你在上海问那些人钻有什么区别，那店主会告诉你这个适合冷白皮，那个适合暖白皮。问大姐闪钻跟假钻有什么区别，她告诉我这是玻璃，这是塑料。这句都是我编的。大姐原话是：你个男的不贴钻不买就给我滚，听见没？不会精致的包装，完全不会。东北有一个最出名的衣服叫皮草，对吧？我很挑理，一个东西原材料都火了，没有一个奢侈品牌。我一直怀疑东北原来也有路易威登，他就不会起名叫老陆家裁缝铺了呢，就进批发市场了。真的，很多精致的概念咱们也不会。最近几年是不是流行那种全什么什么宴的饭店？羊肉为主全羊宴，以螃蟹为主全蟹宴，素食为主全素餐厅，人均消费都过1000。我回鞍山，我发现那些以猪肉为主的原材料餐厅，凭什么就叫杀猪菜啊？杀猪菜一听是不是大米饭就随便管他要？我还真吃过全素餐厅，朋友们，全素餐厅2个人花了2900块钱。2900块钱一顿饭，吃完之后去马路对面花15块钱买肉夹馍才吃饱的。我就问领我去全素餐厅那人，我说凭什么这种高档的饭店这么贵？他说仔，这种高档的饭店很多都是高端商务人士谈上千万上亿的大项目，来这儿有高度的私密性。朋友们，真的我认为纯扯淡。高端的饭店是私密性最差的地方，就你俩人吃饭，8个服务员转圈服务你，有一个嘴碎的啊。反而朋友们，我认为全世界私密性最好的饭店就是杀猪菜，就是那种没有包房全是大厅的杀猪菜，你随便谈都在大声喧哗，没人听清你讲什么玩意儿啊。朋友们，你想想最近几年有很多明星塌房那个录音，哪个是搁杀猪菜里传出来的？对吧？你随便录啊，我放出来全是脏话那玩意儿。你别说录不清，那都在抽烟，看不清你人在哪儿呢都。那才是私密性最好的地方。而且朋友们，退一万步来讲，就算你在杀猪菜里谈上千万上亿的大项目，被旁边人听见了也根本无所谓呀。所有东北大哥都在那吹牛皮呀，搁那呀。我的妈，你谈上亿项目你都上不去人那桌啊，那桌俄乌战争，那头中美关系，那头中东局势，你只谈钱。朋友们，你想，就哪怕那些塌房进监狱的明星，就在杀猪菜里拍着旁边大哥肩膀，大哥，我逃税2个亿，大哥，你逃2个亿，我们刚杀人啊！祝各位生日愉快，谢谢。啊，大家好，我是刘谦。感谢你们还认识我，感谢感谢。啊，是啊，好漂亮。这个，我也辛苦了。这个王天辰呐，确实跟我说好几回了，很羡慕我跟蒋奇明拍吻戏，确实想拍。你要不真的，一会儿我传递给你。好久不见了啊！这几年呢，我跟脱口秀都成长了，脱口秀从1个节目长成了2个节目。我也成为了2期艺人，那边录1期，这边还得录1期。但不光我一个人挣2家钱啊，阎鹤祥也刚从那边回来。前一阵我看阎老师接受采访，他说他见过脱口秀的好东西，所以知道自己不适合干脱口秀，不想在这个行业苟活。这句话我就不同意，苟活怎么了？脱口秀猴都能活着，还差狗吗？再说了啊，你说你这话说的挺高风亮节的，哪个活你也没落下呀？哪个节目不都去吗？啊，不会苟活，但会趴活。每天往那一趴，各种脱口秀节目抢着请他当嘉宾，你这叫啥狗啊？贵宾狗啊！所以要我说，阎老师啊，你别太悲观啊！人离开自己的搭档，还是能活得很好的。你看军哥离开了静姐，那静姐不也活得很好吗？
当年呢，军哥跟静姐一起做超级访问，后来这节目做不下去了，静姐就自己做了非常近距离，跟戴军保持非常远距离。军哥，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超级访问为啥不行了？到底是谁不行？算了，你也别问了，你也不会访问。不过啊，军哥很坦诚，他说了，当年超级访问这个节目能火，全是靠静姐。但我觉得其实搭档啊都是相互的，因为也有人问过静姐，说当年这个节目是不是靠军哥？静姐说。靠。但这2年呢，人军哥醒悟了啊，不能老靠静姐了，因为静姐也不红了。他就跑去问 Papi 说 Papi 我能靠你吗？ Papi 说这个军哥啊靠 Papi 翻红了之后，好多人说军哥这辈子事业发展全都是靠女人。其实啊，军哥还是有很多代表作的啊，分别是阿莲、DJ 版阿莲、Disco 版阿莲和综艺合唱版阿莲，而阿莲也是一个女人。就这首阿莲呢，军哥唱30年了，莲姨今年也快60了吧，军哥还在那唱呢。怎么说呢？你这个人啊，你真挺要脸呐。当然了，军哥也独立过啊，当过主持人啊。当主持的时候呢，不是报错过幕，就是在舞台上睡着了。就军哥犯这些错误，搁别的行业早就开除了，但在我们行业叫有活人感，哎，大家更喜欢了。你们看啊，娱乐圈就是这么神奇，有时候你业务能力越差，业务能力就越强。值得深思啊，这句话哈。行，给你们留个鼓掌口。我现在这都跟王天辰学，现在搁台上这么随意，就是。当然了啊，也有业务能力真强的李乃文，实力派演员啊，演了一辈子戏，现在的代表作是《五哈》和《地球超新鲜》。我跟乃文哥也录过节目，他这人呢，就是又爱玩又玩不明白，老输，玩赖都输，输圈天菜。跟人家白宇一块直播，人弹幕说：“白宇，你比个小树杈。”乃文哥挺热心，帮着念：“白宇，你比个小裤衩。”要不说人乃文哥有天赋呢，字儿还没认全呢，已经学会擦边了。当时呢，场面也是一度十分尴尬，大家就纷纷救场，呼吁网友点赞、点关注。乃文哥说：“那我也点点啥吧，给自己点一根。”不过啊，你看他干这些事儿也没有人怪他，毕竟岁数大了啊，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吧。乃文哥这都不是活人感，他就是老人感，人老了啥都敢。我真羡慕，真的，我老了我也这样。我要让娱乐圈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李乃文，还有李奶奶。但是可惜了，我现在岁数还没到，要不然我现在就让王天辰给你们比个小裤衩。这个王天辰啊，最近因为跟这个郭晓婷的姐姐姐夫 CP 爆火，今天到这儿还问我怎么能上综艺。我想问他怎么才能演好戏，只有戴军哥想问他哪儿还有这么好的姐姐。还有吗？很多。王天辰这个戏呢，叫《纯真年代的爱情》，这种年代剧讲的就是咱们父母那代的爱情故事。想把父母这种角色演好，那就很有挑战了啊！首先，你得知道孩子需要什么，陪伴和守护。你明白我意思了吧？哎，对，就是飞鹤顶配荠萃的守护。飞鹤顶配荠萃，突破性母源自护，新鲜原料自产，
更新鲜，更好吸收。这知识你就学吧，演父母用得上，当父母你还用得上。其实王天辰以前演过很多大戏啊，《芳华》，我和我的祖国，《庆余年2》，谁也不知道。你看你演了这么多年戏，能怎么的呢？你出了名儿才有活人感，不出名儿你就是上午哈之前的李乃文。现在呀，天辰红了，小时候的事儿也都被翻出来了，说他高考的时候啊。听到鸽子在外边咕咕的叫，一下就走神了，导致的高考失利。咱也不知道那精神咋那么薄弱，你是杨过呀，一个咕咕就给你整懵了。天辰，你跟军哥你俩挺配。王天辰高考走神了，戴军主持睡着了。你俩要是早点认识乃文哥就好了，他能给你俩点一根精神精神。其实这2年内娱确实很推崇这种活人感，越活越值钱。内娱现在真成卖鱼的了啊！观众就搁那挑，这条不冒泡翻白了，这条能蹦的翻红了。不过呢，其实活人感也挺难的。我有时候就想活人感一把，第2天一看评论，恨不得死了。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展示的真实都是有限的，大家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限活人，尤其是我们脱口秀这个行业，你又得敢说，又得能播。毕竟要是太活人了，那肯定就是没有活了。谢谢大家，我是叶琴。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气质上不太像学法的，像是犯法的，但是真的非常喜欢法律。为了坚定学好法律的志向，在后背纹了个天平。你现在都不敢翘2郎腿，我怕随着脊柱侧弯呢，正义的天平会慢慢倾斜，你知道吗？其实东北人吃法律这碗饭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真的很难能有一种口音能像东北口音这样什么威胁到司法的严肃性。其实大家不难看着我的家庭氛围挺轻松的，我爸是个警察，我妈是个法官，我小时候在家咋说呢？群众。我小时候闯祸，他俩直接走程序，我爸抓我妈判。但是小时候他俩揍我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对劲儿。直到上了大学之后，学了诉讼法之后，发现他俩打的真不对，程序不对。你说，就按来说，他俩作为夫妻在同一个案件中，我是可以申请一方回避的。小时候放假的时候，经常去我妈工作那个法院去写假期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唯一的一个放松方式就是到楼下去旁听一些庭审。请问你们看过东北那边的庭审吗？你们真应该看一下，那不小品吗？操，你这老有意思。你知道吗？那种县城的基层法院，有的时候就是两边当事人都不请律师。你知道这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事人听不懂法官的问题。你知道有一次那个法官坐在台上问被告有什么异议，被告说有教育意义。那法官都懵了，法官说啥玩意儿教育意义？我是问你对原告提出的证据认不认可？被告说那不认可。法官问哪里不认可？被告说心里不认可啊。家里人也希望我走法律这条道路。我高考的时候考到那个西南政法大学。嘿，谢谢。读了4年的法学本科，然后后来又考研，然后考到了四川大学啊。感谢。然后其实刚才讲这些就是想说，其实作为一个法学生，有几件事必须要做。我也一样，我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准备，然后高分通过了法考，又花了1年的时间认真实习，然后拿到律师执业资格。现在在我们律所里面也算一个还比较有口碑的脱口秀演员。其实我律师当时这样，我自己都挺失望的，因为很小时候对律师这个行业就特别向往，
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拜读了这个行业最经典的那部巨作《何以笙箫默》。我解释一下，是那个钟汉良版本的啊，黄晓明那个。你知道吗？这部剧太让一个想当律师的孩子自卑了。何以琛太帅了，每看一次就感觉跟他之间的差距又多了一分，但是忍不住老想看。直到今年又看了一遍，说我是啊，那朋友，我终于承认我跟何以琛之间有本质上的差别。他是本科生，我是研究生啊。那我当律师，我发现他的法律意识倒是变得越来越强了。经常咨询我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朋友们我都不爱回答，那都是什么法律问题？那都是违法律问题。小偷偷小偷算偷吗？绑匪绑绑匪算绑吗？我有时候感觉他问了一副对联出来啊。但是我对我这帮兄弟们的感情太复杂了。虽然他们没有对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是我觉得天底下可能只有我这帮兄弟真拿我这个律师当回事儿，特别以我为荣。得是我兄弟是个律师，有兄弟是个律师，但是有时候他们太拿我当回事儿，因为律师他就是了解法律、使用法律，但是在我兄弟眼里，我就是法律。你知道我刚拿证的那天，我最好的兄弟说去唱歌庆祝一下，我们都到 KTV 门口了，然后他说我去买点酒。他刚走出来一步，然后突然回头说：“哎，律师啊，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咱去 KTV 能不能自带酒水？”我们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震惊，他都自带好几年了。我说从法律角度来说可以带，毕竟消费者有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我觉得我回答的老帅了，结果我兄弟听完说：“这可是你说的啊。”过了一会儿之后，我兄弟非常坦荡的搬了一箱酒走进了那个 KTV。KTV 领班也懵了，还以为我兄弟是来送货的。所以那个领班问得很谨慎，他说：“哥，这里面是酒吗？”我兄弟也没想到自己会被问，他就看向我。他看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摇头，意思是你别看我。结果我兄弟看完之后，回头就跟那领班说：“哈，这里面不是酒。”哎呦我那么大4个字，勇闯天涯。那里面不是酒是什么呀？根号81呀，开开才是酒。领班说：“对不起，那个咱这儿不可以自带酒水。”我兄弟看着我，他说可以。他是个律师。怎么？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从那个领班的眼神里读出了跟我心中一模一样的那个疑问，就是他是个律师，跟自带酒水有啥关系呢？我应该用啥关联词呢？哈，因为我是个律师，所以我自带酒水。嘿，虽然我是个律师，但是我自带酒水。与其说我是个律师，不如说可以自带酒水。我最后不得不让我跟我兄弟说：“我说你们先进去，别管了，这事儿交给我。”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把那箱酒搬进了包间。我兄弟又激动又震惊，问我：“你是咋搞定的呀？”我说：“晓之以理，但是你记得下回还是偷摸带。”其实那天我给领班塞了200块钱，但是我最难受是那个领班收了钱之后，嬉皮笑脸的问我说：“你平时都这么干事儿？”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减7，我最近觉得我
思维不是很正常。我不知道我自己多大，我只知道我20多岁，而且我数学特别的不好。我有次打开计算器，用今年减去我的出生年，我是99年的，我就打25减99，然后我看我今年负74了。啊，宝宝，你是一个早产儿啊！作为一个早产儿，我还是觉得我很聪明，我很聪明。比如说，我想在我脑袋的两边纹身，我想在我头发底下就贴着头皮纹一句话，我想纹一句：“不是让你别剪那么多吗？”总在想一些没有用的。我最近一直在想小彩旗，你们还记得吗？15岁的小彩旗在春晚上转了4个小时。我当时看电视的时候我就不能接受，因为我是一个东北孩子，就在我的世界观里，它就不存在一个台子上它能一人转，你们懂？他就转。我去查了一下他跟春晚的渊源啊，一开始他是在一个舞会上转了2个小时，没有人拦下孩子。冯小刚看见了说：“你能转2个点，你就能转4个点。”他不像一个导演，他像一个基金经理。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小彩旗转完之后，它没有一个结束的镜头，就5、4、3、2、1，过年了，画面切回来，它就消失了。为什么不给它设计一个谢幕呢？我好奇呀，我在乎它。你好歹让它转完走一下直线吧。不理解，不理解。我还不太理解奥运会当中的马术项目。我觉得奥运会啊，你不应该比的是人更高、更快、更强吗？那马驮着你又跑又跳的，啊，最后领奖你自己上去了啊！我当时还看见有一个新闻啊。说一个澳大利亚的马术选手，他的药检呈阳性。我说哥们儿，咱那个兴奋剂是不是扎错了？你那么嗨要干啥呀？人家比赛人都骑着马过去，你要背着马上去是吧？我甚至都怀疑这哥们儿他本来他就不是马术选手。他就是嗨了，他一走到那儿，哎，有个马，啊，走就走了。好多人说我的思考非常幼稚，可能是因为幼稚的原因，就我在感情里面也没办法给对方很多的安全感。我记得我有一个前任，他就教我，他说你等每次上车之后，你把车牌照拍下来发给我。这样我会比较有安全感嘛？我就是这么做的，然后过2天他又跟我生气了，他说：“哎呀，那公交车不用拍。”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从小到大，我身边也没有太成熟的人，我发小也是，我发小他就是幼稚到有一点抽象，就他仿佛完全没在现代社会里生活过一样。一个东西他愿意念什么名他就念什么名。前2天我问他一个动漫用什么软件看，他说你就用那个哔啦哔啦呀。我认识他15年了，也不知道他下句话要说什么，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他每天就幻想自己是2次元当中的主角，今天是炎龙侠，明天是迪迦。我说那你最喜欢的2次元角色是谁呀？他说是欢欢。我说欢欢挺冷门啊，哪部作品里面？他说欢欢你不知道啊，福娃。
我说没想到还是体制内二次元啊。就有时候我都跟不上他跳脱的思维啊。我跟他在路边挑饭店，我说吃羊蝎子吗？他说不吃了，我海鲜过敏。就首先他以为羊蝎子是蝎子，其次他以为蝎子生活在海洋。我说哥们儿，那蝎子是山里的呀。他说是哈，你一说闻着是有股膻味儿。他有一套自己非常抽象的逻辑。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哎，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爬山虎比壁虎更应该叫壁虎？”我说谁？他说：“你看爬山虎，它永远生长在墙壁上，所以应该叫壁虎。壁虎是总是在墙壁上往上爬，像爬山一样，所以它应该叫爬山虎。”我说你给我枪毙了好不好啊？那我脑袋留着还有用呢？我现在分不清爬山虎、壁虎了。但我也在他身上看见了一种幼稚的力量。我就发现，当你一个人你能做到极致的抽象，你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心将是铜墙铁壁，你受不到一点伤害。我跟他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然后有个初中同学就特别装，跟我们说：“你们呐，以后还是得挣钱呐。你看哥们，我现在啊，银行卡现在7位数了。”我心都碎了。我发小是大吃一惊，说：“啊，多少？我银行卡怎么16位呢？”你是不是因为注册的早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嗨，朋友们啊，非常开心的大家演出，我叫于博，来自一个教育大省，黑龙江。可以，鹏哥接着释放吧。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当然，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各位，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各位可能不知道，比北上广深高多了。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7所高中，没有中专和技校，每个混混都有文凭。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都会3角函数。你说学那有啥用？我说看那香港电影《古惑仔》，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一眼就发现了。那大哥说，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大哥不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略 G 为排，淹死就飘了。重视教育，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很直接，很夸张。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清北班，太直接了。这和那种衡水中学不一样，人家不叫，但能考上。我考不考上别说，我们就叫，先叫，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但这个名字太重了，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往那一站，很刻薄，30个人，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
就必须上清北，谁不上，谁是班级的失败者，是 loser。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最好情况，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这种班级太吓人，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奔清北、梦清北，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在这儿学习，批卷不敢使劲儿，得清华。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没有，这个名字很重，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很多事儿干不了了，玩手机什么的。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啊？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啊？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往下边一坐，我都纳了闷了。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没考上，因为自己会太多了。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哦，这个事儿不值得哦，因为说实话，这不是我想学的。但那种教育观念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你上社会上学。听妈的，上海同济学计算机。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因为那种观念，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去大城市挣大钱。如果不好好学习，留在老家你就饿死。小时候深信不疑。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发现这事儿不对，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在大城市然后饿死。人只要想饿，在哪儿都能饿死。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但说实话，刚考到上海那年，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觉得自己哎呀，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5年就买房买车了，你们在老家什么都。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眼镜是上霜的。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23岁开什么车？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23岁不坐地铁，什么时候坐地铁？对吗？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奋斗原始积累啊，最后中产了，追求车啊房啊，那是我奋斗的奖励。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但在老家不一样，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不是奋斗的奖励，算签到奖励。在线时长够可以了。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我羡慕至极。独立生活了吗？我说问一个哥们，我说哎，
为什么买车？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是在老家，钱花不出去。我说钱花不出去啊？你发的是假币呀、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再去考他们，没有人在乎了。问一个哥们儿，我说：“哎，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他说：“不知道，去你的吧！”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讲到这儿，谢谢毛驴哥，拜拜。好了，朋友们好吗？我是浩，我是一个东北的文科生。东北文科生其实就俩出路嘛，要不站在这儿讲，要么百花文学奖，对吧？高中的时候我就在文科火箭班，文科跟火箭都不挨边儿。成绩呢，年组前50，别人一听，哎呦兄弟你是学霸呀，我都想当一个真正的学霸呀。但是我们学校一共就100个文科生，除去艺术生、体育生就剩50个。我们班真正的学霸其实就俩人，其他人都是学霸。其实我一直在扮演一个追赶着别人的人，一边追赶别人，一边怕被别人赶上。一边努力一边在质疑努力到底有没有用，有用。奋战了3年，我最后以载入史册的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谢谢，谢谢是北大的，哪来的你？这才是学霸，而我是当年辽宁省的最低分。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能让我在学习上享受那种碾压别人的快感？西政、法学的黄埔军校，放眼望去没有一个软柿子，直到遇到了我的舍友明哥。我到西政报到第1天走进宿舍，明哥暂停游戏跟我说的第1句话：“学习学个屁！”就那一刻我就知道，就他了。明哥紧接着说的第2句话，我没想到能考到西政，我说俺也一样。我跟明哥相见恨晚，一拍即合，都不学。但是对不起明哥，我大学4年一共干俩事儿：偷摸学习，稳住明哥。但是后来发现明哥都不用我稳，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明哥的那个床帘上就会映着他玩手机的那个侧影。明哥1节课都不翘，但是到了教室就睡觉。但是第1次随堂测试的时候，明哥提前了1个小时交卷，整个考场面面相觑，我冷汗都下来。我心想不会吧？可后来发现他是真不会呀。法学这个学科的每天的生活就是从中国法背到外国法，最后背的毫无办法。而明哥的日常每天一醒就往床上一躺。第1次外国法测试，我勇夺倒数第2，明哥倒数第1。但是明哥没挂科，明哥高兴坏，他说：“兄弟，你看洋人拿咱俩毫无办法。”明哥说：“兄弟，咱俩没学都没挂科，咱俩要学了不无敌了。”我学了。期末考试的时候憋足了劲儿，先在网吧充值了500元麻痹明哥，然后再试探明哥，我说：“兄弟啊，期末了咱俩真不学点啊？”明哥睡眼惺忪，哎呀，法学，正义的人不用学，坏的人学不好。这孙子是不是点我呢？但是每次复习完之后，我回到宿舍第1时间就要确认一下明哥那个影子还在不在，每次都在，真的让我特别的安心。但是每科成绩下来，明哥分都跟我差不多，有的科明哥还比我高几分，我就有点害怕了，怎么甩不掉呢？就我当时那个心情，朋友们，你们读过《聊斋》吗？我就是夜里赶路那读书人，明哥就往路边一躺。我看也没再往前走2步，一抬头发现明哥又躺在那儿。
直到有一天回到宿舍，发现明哥坐在床底下，手上捧着一本《刑法学》。我说兄弟啊，是不是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啊？明哥说这书买了从来没看过，都落灰了，我擦擦。就那一刻，信任开始崩塌，我陷入到了一种囚徒困境。我说这孙子是不是背叛了我的背叛呢？我跟明哥是一直到本科毕业的时候，才终于分出了胜负。我以当年第1名的成绩考到四川大学读研。明哥没有了音讯，但是我在读研的时候，偶尔会看到明哥在朋友圈转发各种各样的法学期刊、法律论坛。明哥在我眼里有点像法律界的微商。但是在我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天，我突然惊讶地发现，明哥默默给我晒毕业证的朋友圈点了一个赞。就那一刻，我有点愧疚。我说，明哥真的在为我的成功而感到开心，因为如果我刷到任何明哥跟硕士有关的朋友圈，我只想评论一个问号。后来毕业了，就去了一家律所工作。工作的有一天，突然跟我大学另外一个同学打电话，就突然想到了明哥，说：“哎，明哥，明哥你还记得吗？明哥现在干啥呢？”他说：“明哥，你自己事儿有你自己不知道啊？他现在不搁中国人大读博士呢吗？”我们撂了电话，我老难受了。我想明哥太坏了。他怎么能扮猪吃老虎呢？那仔细一想更难受了，我才是猪啊！你知道吗？后来有一天我自己看了一部恐怖片，就在这个片的最后，那个主人公慢慢的走向那个有人影的帘子，然后大喊一声“去死吧”，拉开那个帘子，发现后面是个假人。我就在想，明哥当年到底在没在床上啊？去年的时候，明哥邀请我去他老家去玩去了。有一天我们吃完晚饭，路过他以前念书那个高中，那个高中门口有一块石头，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名字，就是那个高中历届的考生。明哥赫然在列，那个石头像一块封神榜，明哥是神，我疯了。我说兄弟，你咋从来没说过你高考没考好？明哥说我咋没说过？我不说了吗？没想到能考到西政啊。其实我仔细想一下，可能大学那4年我读的一直都是明哥的野史。在明哥的正史里，史官是这么记载的：即使明哥高考失利，但是依然考到了5院4系，大学4年无一挂科，轻松毕业。考上研究生，在明哥看来甚至不值得发朋友圈庆祝。最后顺理成章的读博深造。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史书，在我的列传里，史官也曾记载过一句话：“我赢过考生。”谢谢大家，文浩。大家好，我是阿水，我是新加坡的演员，但我是老家是东北的。今天跟大家聊聊海外的东北文化，好不好？东北的 globalization。新加坡有很多的中国餐馆，越来越多。这中间东北餐馆是最受欢迎的，而且最好辨认，因为我们东北菜就是食材和做法全都告诉你：尖椒干豆腐、小鸡炖蘑菇、铁锅炖大鹅，所见即所得，是吧？你们听到东北菜名，你可能不喜欢吃，但你至少会做了。你们知道乱炖怎么做吗？你们知道冻梨怎么做吗？这考你们南方菜。知道佛跳墙怎么做吗？我不知道，后来我查过，乱炖。我在东北长大，习惯了在菜名里找那个食材和做法。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有的菜名是靠猜的。我站在新加坡餐厅里一抬头，沙爹。先不吃，
听着没大没小。煲仔饭，听着没小的，跟沙爹是套餐，听着像。椰浆饭，娘惹菜，爷爷不泡茶，外婆家的菜，你不知道吃什么，但实在亲戚越来越多。而且不光这个菜名，餐饮餐馆的名字也是，你就出了东北都叫得很含蓄，把湖南菜叫湘菜，是吧？上海菜叫本帮菜馆。我们东北菜到世界各地都是东北烧烤饺子馆。东北人就不擅长起名，我老家中央有条大街就叫中央大街。我们那儿乡村爱情剧就叫乡村爱情，不会让外地的朋友起疑，说是乡村爱情，乡村爱情，是不是个湖南餐厅呢？听着就。为啥这么直白呢？就是北方人有点好吃的，他就是很巴不得你快点吃，所以选择直白，不会修饰，你懂吗？我每次回到东北老家，我妈就是惦记让我吃东西，我不吃都不行，每天早上都是，儿子醒不醒呢？儿子醒不醒呢？我说我没醒，醒了呀。你饿不饿？你吃点东西，妈给你整点吃的。你饿不饿？你饿不饿？饿不饿？饿不饿？我说还行，饿了呀。你吃点这个，妈给你整。你有钱你买不着你这玩意儿，你吃你尝尝，你尝尝。我就只能吃，我但凡觉得好吃，我回程的行李里就全是这个。现在的直播带货说一大堆，我觉得没用，你都不如让我妈去啊。直播间的朋友来了呀。这个你尝尝，你尝尝吗？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好东西不用硬夸，你只要尝过用过，你就知道它好。就像滴滴一样，你打开滴滴出行，新加坡、韩国、日本也能用中文直接打车，想咋滴就咋滴。还有没有在国外用过滴滴的朋友？回去用呢。哎。东北人就是擅长这种直给啊，他不光吃的，他有恋爱综艺或者恋爱节目，他也是很直给的。不像现在你们看那种普通的综艺，是吧？单身的地狱，结完婚的惦记离，要离赶紧离，一离10好几集，磨叽。你看我们东北老年人综艺，你上来大爷大妈刚一见面，那大妈说：“那你各方还行啊？”那大爷说：“我都行啊，是吧？”哎。这好综艺，大家回去看看啊！东北看看。哎，关于爱情，东北就是有的时候会过于松弛。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乡村爱情的主题曲叫《谁是我的新郎》，这也太松弛了吧！都已经唠到新郎了，不知道谁是新郎。我每次听这歌都有画面感，我每次听这歌都感觉是彩玲姐唱的。对面站5个小北，你说谁是我的新郎？啊？就是这种松弛，我把这个歌也给我的印度朋友听，我一直在想这个新郎是谁，直到我在新加坡给印度朋友听，我那印度朋友说我们印度有首歌叫《新娘嫁人了，新郎不是我》。这两歌不光歌名能对上，这俩歌好像是一起写的，就都能一起唱。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唱歌有点奇怪，但是你知道北方人有的时候有点好东西啊。你听听呢，听。谁是我的新郎？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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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嘿，别再让我东张西望啊！那苦里猴呀，谁是我的新郎？几米，谁是我的新郎？啊，嫁！哎嗨嗨，快来到我的身旁！咚大，好。就用这种祝大家婚姻幸福，爱情甜蜜，常来东北。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阿水，谢谢大家，我是阿水。好嘞，谢谢。好嘞，不要这样了，我们再选新的冠军，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热烈欢迎我，哎。朋友们，你看，哎，我是不是也是这2年努力的在观众面前经常出现，才让大家相信我不是一个恶人的？
对吧？朋友们，我这一轮就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哎，我这个面相确实太粗糙了。我很羡慕其他的一些单口演员，我就永远做不到他们那种能在舞台上让观众笑中带泪，展现出那种精致的破碎。为什么？没人同情你这个面相的人。我就想，我现在就搁这讲那个，我也有抑郁症。到时候呢，弹幕评论肯定是你看，我就说骂他有用，你知道吗？可给他骂抑郁了。破防了，再来2句。没人同情你这面相人，我就说我原生家庭也不幸福，我妈老打我。观众啊，他妈能打过他？他爸咋不打呢？我收到很多那种评论，都是说我这种人看起来面相就很无情，说这样的你这种人，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无法共情苦难，你这辈子是不是都没哭过？我现在已经麻了。我说是，我从来没哭过，我生下来那天都没哭。我出生第一天，先剪的泪腺，后剪的脐带呀。从我妈肚里钻出来，我就抹着把脸，磨磨唧唧10个月，这给我憋着呀！真的，朋友们，我甚至收到过那种善意的私信，都夹杂着一丝戾气。他说：“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原话：“翟叔叔，不要看那些不好的评价，你这种直冲天灵盖的直男味儿真的很治愈我。”看了你的表演之后，我学会了勇敢。我长大也要像你一样，做一个爱骂人的小女孩。我说你翟叔叔是小男孩啊。朋友们，哎，我今天来就想挑战挑战。说实话，我真的想努力改变一下，就是挑战挑战这个播出的这个现在的状态，给我这种面相的人解释解释。啊，瞅大家这反应能看出来，这个挑战很不小啊。朋友们，说实话，说我这种面相人没经历过苦难，无法共情苦难，真的很冤枉。我作为一个东北90后，我负责任给各位讲，你知道我从小的挨多少打，受多少挫折，才能变现在这么善良吗？我小时候挨打那时候都没有共情这一说，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霸凌对象这个词儿啊。没有，谁管你叫霸凌对象？我小时候挨打没打过人家，他不叫你霸凌对象，管你叫完蛋玩啊！我小时候挨打了没打过人家，让我爸知道了，他为了教育好我，还得再打我一遍，一边打你一边教会你人生中第一段绕口令。下回他再打你，就像我这么打你，这么打他，听见没？这就是那个时代。现在很多人说自己是奥德赛时代。我从《水浒传》时代过来的，真的，《水浒传》时代看过《水浒传》的朋友应该知道，《水浒传》的流氓打人零强零弱，强的他也打，弱的他也打，打强的他有成就感，打弱的他有趣味性，你知道吧？他们打你会给你一个毫无逻辑但是百搭的理由，叫你挺美的，就你叫翟亚宁啊。你挺美的呗，毫无逻辑。就你学习好啊，你挺美的呗。有时候都前后都矛盾，你长这么磕碜，那你挺美的呗。一边打你还一边喊让你美，让你美。打完之后问你还美不？我从小就能共情潘金莲，我就知道美是一种罪过，朋友们。哎呦我的真的朋友们，长大之后看那广告我都害怕，那个面膜广告说你本来就很美啊，这就是我那时代经历的。朋友们，我说实话，对于霸凌我真的很有话语权。前2天我看了一个关于霸凌的帖子，一边同情一边我很伤心。他说你以为的霸凌是我刚才讲那种黄毛堵你墙角踢你管你要钱，他说真实的霸凌是一堆面相和善的人，然后形成一个小团体，孤立你一人，完了嘲笑你。我说句心里话，朋友们，虽然孤立人也不对哈，但我多么希望我小时候经历的是这些真实的霸凌。他孤立你一人，那不是放过我一马吗？
我都没看懂啊！一群人形成一个团体，把你孤立起来嘲笑你，这不脱口秀吗？这不是？你们还笑？你们这帮霸凌的人啊！这就是我那个时代，没有人因为你挨打了同情你，但你会因为扛过挨打而有人夸你。我经常被夸，翟安宁真厉害，被5个人踢自己就站起来了，就这么夸你。如果这也算夸奖，我也夸了很多一轮游选手，我说你真厉害，在台上2-5分钟自己就下去了。这就是那代人情商。而且你知道最讽刺的就是挨打这个人本身，他也不因为挨打而感到难受，他会经常也因为自己扛过去挨打很骄傲。我经常跟别人说，这也就打的是我，要你早被打死了。所以朋友们，这就是我那年代的问题，你知道吧？很多男性他就以为那个挨打了之后，挨过苦难之后跨过去了是用来吹嘘的。朋友们，所以我最后我挑战一把，我想说一句我心里话，我特别共情吴京老师，他是为数不多因为苦难挨骂的。我跳过楼，你跳过吗？这是苦难呐！我差点死过，你死过吗？没人共情他，大家对他的态度也出奇的一致，是吧？就你跳个楼，那你挺美的呗。我共情他，我们只是没学会这个时代的表达方式而已。咱不会半夜12点在小某书上发一个帖子，是吧？被坦克压过的，请来我这儿集合一下。没学会呀。哎，朋友们，说实话，非常感谢各位跟我笑到现在，真的，我一点不骗各位，真诚的说，这个段子这个主题应该是我讲了3年线上写过最难的一个段子。如果你们一下不笑，这段子就是纯直冲天灵盖直男味的演讲。谢谢各位，谢谢。我真的很开心，但也不敢太开心，因为开心过头了之后，播出来就有人骂你，就你叫翟亚宁啊，你挺美的呗。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练踢啊 ，Hello。我总是觉得我现在是人模狗样，因为我原来是一个大穷鬼，穿得很破，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风尘仆仆的感觉。我当时跟朋友第一次见面，他问我：“哎，你家住哪儿？”我说：“我住火车站那边。”他说：“你是不是住火车站里边？”有一种这种气质。我记得有一次我路过上海时装周，我非常想进去看看，但我没有票。我想滥竽充数，我直接用猫步走的正门，真进去了。我当时觉得人还是得有自信，因为我走一半，工作人员就给我领进去了。他说：“师傅，拆吧。”我们晚上管饭，我说来了。对，我觉得穷的时候就是生活像盲盒一样，你不知道每天会发生什么。我住过一个酒店啊，非常有意思，它隔音非常差，它差到什么地步？啊，有一天我睡到中午，迷迷糊糊听见有人敲门，当当当当当当，请问625打扫房间吗？我说我是525啊。这个时候我听见第二个声音，问我呢没问你，进。我隔着楼层听见保洁推门，又出现了第3个声音，谁让你进我屋的呀？哎，我们3个就是需求不同，我们但凡需求一致，会像个合唱团。当当当，打扫房间嘛，进进进。太梦幻了，我感觉我住在童话里。格林童话写的不会就是格林豪泰吧？毫无隐私可言啊！但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管不上隐私啊。那个网上说酒店的镜子里面会有摄像头啊，我破罐破摔了，依然全裸。当我会在路过镜子的时候，我突然看他一眼，我要让他他怎么知道有摄像头呢？那怎么知道有摄像头还光着屁股呢？这个男人穷的可怕呀！
因为穷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潇洒感。我当时用的耳机可以代表我的态度。我当时在用一个6.9块的无线蓝牙耳机，6.9块，哎呦，它都不是某果的赝品，它是华强北的赝品，假华强北，像华强。戴上那个听歌不一样了，你能听见电。但我还是觉得戴6.9块的耳机姿态很帅很潇洒，因为真的耳机丢了你会心疼，但我这个耳机丢了就丢了呗，有回听完歌我都扔了，我这么一扔它炸了，它6.9块我都当听完歌的赠送我一个摔炮。我穷的时候非常自如，我以为我挣点钱之后会更潇洒，但我会时常反而觉得窘迫。比如说这个坐头等舱的时候，哎，没有，啊，对，坐过一次，哎呀，还是跟你们说有成就感。我跟我发小炫耀，他都听不懂。我说哥们儿，我有罗永浩、杨天真微信，他说我还有何炅、谢娜 QQ 呢。坐头等舱压力很大，我觉得我不配那种无微不至的服务，对吧？空姐会蹲下来，先生给您拿拖鞋，先生给您拿的水果，先生给您拿的毛巾。我说我是不是得癌症了？你给我拿点靶向药好不好？我觉得我不配，而且这个头等舱通道我也不敢走。我觉得我一走头等舱通道，所有排在经济舱队伍的人就要停下来等我，让我压力很大，所以我也排在经济舱队尾。但是有一个老太太插了我的队。我没有生气，我反而是感觉到一种兴奋，因为他错在先，所以他给了我一种理直气壮的膨胀。人性就是这么复杂。我第一次坐头等舱，但我当时心里就4个字，我说：大胆刁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在他身后静静的等，我等下一个马上就要到他的时候，我立马闪现到头等舱通道。我拿着我手里的机票，我跟地勤说：不好意思，我是头等舱乘客。他说：好的，先生，我们先让老人先走好吗？非常羞愧，非常羞愧。而且有时候你越心虚就越添麻烦，啊！飞机刚落地，我一起身就把手机滑进了头等舱里面的座椅里。我本来以为头等舱它就是一把椅子，但那里面其实非常复杂。这个乘务长走过来，给我手机打电话确认他在座椅里面的位置，给我打了好多电话才确认。然后所有空少和空姐就蹲在那儿围着帮我掏了1个多小时，直到这个机长走过来说：我们还需要多久时间？我们要耽误后面的飞机延误。这个时候我心说，这个手机我是真不想要。手机你跟着飞吧，你以后是飞机了，你知道吗？当乘务长最后把手机递给我的那一瞬间，我非常羞愧，我发自肺腑地说：我错了，非常抱歉，实在是太麻烦你们了。乘务长说：对，对。我感到意外，所以重复了一遍，但我又感觉我的重复像是质问，所以我就赶紧补了一句：不起。我快速的红着脸跑下飞机，心里非常愧疚。但这个时候我看手机上有好多未接来电，我就给回了过去。我非常懵懂啊，直到对面说：又咋的了，这位乘客呀？啊，好，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朋友们晚上好，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川池，大家好，大家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川池，是一个黑龙江人，来上海这边生活2年了。最大的感受是，上海是一个小地方来的年轻人很难留下的一个城市。跟我一起合租的那个朋友，只跟我租了3个月的房子，就回东北老家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坚持一下了，他的回答非常文艺，他说：“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不属于我。”我说：“怎么，兄弟，你是过来参加竞选失败了是吗？”就他说完这句话，我感觉我们2个来上海的目的都不一样。我就是来上海打工来了，他是来占领上海来了。就他这个回答说的像是上海不属于他，但东北全归他。我说我这是跟大帅合租的吗？
当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底气的。我爸把我们家之前住的那个老房子过户给了我，跟我说这房子马上就要拆迁了，一直等着这个房子拆。当年划成危房的时候，我还跑去看，有人在墙上画圈写了个拆。我后来再去的时候，拆字都掉色了，房子依然健在。我说那咱们画这个拆有什么用啊？啊，是你们画完之后让我们这些居民自己拆吗？怎么咱们这个拆迁政策该不会叫做你画我拆吧？我都有些神经过敏了。我到上海之后，他们跟我说大城市的市中心都叫什么 CBD， 我说 CBD 我知道，我拆不掉，对吧？我真觉得那个房子可能在20年前就该拆掉了。它是那种东北最原始的平房，我小的时候住在里面，冬天还需要烧那种火炕来取暖。火炕，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你睡着之后吧，这个火炕的温度会越来越高。我睡着睡着觉就会产生一种求生的本能，我觉得会被烫，烤得慌。真的，我从小就知道，就热血沸腾这个词儿，它是一个过程。一般来说，热血是5分钟，10分钟以后沸腾。第2天醒过来，感觉自己都烤焦了，好像瘦了不少，太燃脂了。真的，做什么帕梅拉、普拉提没用，最燃脂的还得是这个美拉德反应。我小的时候问过我爸，我说爸，为什么咱家周围都是楼房，就咱家这一排是平房啊？我爸明显要敷衍我，但他给我的敷衍中透了那么一丝哲学。他说平房怎么了？那平房它就是横过来的楼房。我说人家楼房上下楼都有电梯，按你说的，咱家屋里为啥不通地铁呀？我觉得是东北的父亲需要在孩子面前表现的坚强，所以我爸的嘴就特别的硬。他甚至跟我说你长大之后可以去北京看一看，北京的市中心也都是平房。真的，在跟我爸聊天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故宫算平房。后来划成危房之后就住不了人了，搬了出去，那个房子一直空着。直到我来上海之后，我爸说把那个房子租了出去，租给了卖啤酒的当仓库，可以补贴我上海的生活费。我问了一下，每年足足能收上来1200块钱，平均每天3块2毛5。也就是说，这房子每租1天呐，我就可以在上海借半个小时充电宝。还补贴家用，我都不敢多用，万一哪条是忘还了，1个月房租干进去了。我跟一些上海的朋友分享这个事情，他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在上海的一些地方，1200，你可能只能租1天的房子，在你们那儿能租1年。他说这种差距，他只在《西游记》里见到过，天上1天，地下1年。就感觉现在我回家的时候都不应该叫回家，应该叫下凡。但1200一年，我们这个房子租的也不是非常顺利，因为那个房子年久失修，岁数太大了。去年过年的时候，大铁蚊子就忽然塌了，砸碎了人家10几箱啤酒，赔了2000多。我赶紧跟着我爸跑到现场，我爸看着满地被砸碎的啤酒瓶，他发出了一声让我钦佩的感叹，他说：“这幸亏没租给卖白酒的。”那天我真的觉得我爸对那个房子失去了信心。他赔完钱之后，看着撒了一地的啤酒沫子，一个人蹲在角落里就捣鼓，说这房产还真是一地泡沫啊。讲完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大家好，我叫阿水，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还有华人嘛，华人，对，这自己人，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啊。但是追的不勤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咱这边的很多梗啊、流行语啊，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但是我们也很爱看，很爱看，因为质量都很好，很精彩。
怎么说呢？oligay啊，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啊。包括单口喜剧综艺，我看的比较晚。这么说吧，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或者说国外乱了。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工作方面啊，在海外被裁员了。就是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我那天还正常下班呢，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我说那我就先走呗。果然第二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开头第一句 "It is a hard decision"。我这一看呀，是来硬的了。确实是能先走了是吧？当天就被裁了，当天被裁的。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公司吧，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global company。哪有那么 global 啊？就自己网站做的高大上，啊，贴一堆外国人，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We are future maker. We are problem solver. 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s only one computer. There's only one. 一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挺累的，就是要接触各种 HR，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我心里就俩字儿：忽悠。接着忽悠。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啥公司我也不说了，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非常感觉在跳动啊。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你要加入我们，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我说，请问是什么 culture？ 他讲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啊。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 ？Humble people。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要人谦虚，那我加入你们，我可以玩命谦虚，对吧？老板问阿水，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我以后交简历，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编程不会，英语不会。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我说我可以学，但学不会。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大家都是工作。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啊，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一段 journey，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 还有一段 yeah。你说这跟 HR 聊天，你能没有格局吗？是吧？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s your 5-year plan？ 你的5年计划是啥？我回家心想，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跟这些 HR 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挺累的。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能拿捏一切住场面，就是自信，对吧？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有没有大哥讲2句啊？我爸拿起酒杯来，行。这老妹儿，你把酒杯拿起来，拿起来。酒杯里呢有酒，我喝了，你随意啊。
我这个人咱说就是好使，咱哪天咱安排啊？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没有人敢说话。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谁还敢小瞧我？那 HR 拿起简历来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我说切。那 HR 老妹儿，你把我简历拿起来，拿起来。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我写了，你看不看？你随意是吧？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好使。咱哪天咱安排，是吧？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好使 ，I'm a problem solver。哪天安排 ，I'm a future maker。谢谢大家，我是阿水。